第186章，帅气的队长。数不清的微光迎面而来，百万人同时发出各种一语的混乱灌入耳朵。克莱恩却完全没有在意这些，小丑的能力告诉他，他的灵体正被急速膨胀。蔓延而来的黑影一点点笼罩，这黑影是个巨大的十字架，上面似乎倒吊着一个人。咔嚓，杂乱恐怖的思维风暴全部掉头往外，变得一致。胡德、欧根的心灵世界寸寸瓦解。克莱恩发现自己飞出了那天试验时的最高速度，他的灵体在短暂柔和灰雾之上那片神秘空间的些许力量后，有了一定的、明显的增强。就在十字架黑影即将彻底笼罩他的时候，他冲出了那片朦朦胧胧的世界，感应到了自身的肉体。熟练的急速下坠，克莱恩眼中一下呈现出脸庞瘦长、黄发凌乱的胡德、欧根，呈现出窗台上静静燃烧的3根蜡烛。他及时脱离了通灵状态，刹那之间，他看见胡德、欧根的脸上长出了一片又一片的黑鳞，茫然的瞳孔竖了起来，变得异常冷酷、异常无情。糟糕，他要失控了！克莱恩瞳孔刚缩，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就发现一道穿着极细黑色风衣、戴着同色丝绸礼帽的身影两步迈到了胡德、欧根的面前，将手中的特制左轮抬起，抵住了对方的脑袋。砰砰砰砰砰！邓恩、史密斯连扣了5枪，胡德、欧根的脑袋一下膨胀开来，就像西瓜从高处坠落于地面，红的、白的暴雨般洒向了房间每个角落。他抢在胡德、欧根彻底失控前解决了对方。近在50厘米内的克莱恩脸上、身上满是血点和污点，他怔怔望着邓恩、史密斯，只觉队长这一刻是如此的帅气。只要不谈技艺，队长还是非常值得信赖的。他由衷的在心里赞美了一句。出了什么意外？邓恩收起左轮，看着胡德、欧根近乎无头的尸体缓缓软倒。克莱恩刚要组织语言回答，就看见那具尸体在几个呼吸间变成了一滩血色肉泥和盖在上面的疯人院病符，似乎连最基本的结构都惨遭了破坏。胡德、欧根的尸体很快只剩下少许完整的尸物，一是几十枚闪烁着黑色微光的鳞片，二是他染上了淡蓝，变得晶莹的心脏。这心脏流转着梦幻般的色彩，如同钻石接受了灯光的照耀。它时而让人安静，时而让人躁狂，时而制造紧绷，时而产生混乱，但除此之外并没有特殊的表现。这应该是可以控制的物品。邓恩收好左轮，拿出黑色手套戴在了右掌，然后半蹲下去拾起了那颗晶莹的心脏。可以控制的物品，那根据队长之前的说法，这能作为序列期心理医生配方的主要材料。但是这会不会让因此而晋升的非凡者更加容易失控？克莱恩拿出手帕，擦拭着脸上和身上的血点污渍，并取回了那副特制的塔罗牌，弄干净了它们的表面。他望向地面，好奇问道：这些黑色鳞片又属于什么物品？这是沾染了一定非凡力量的材料，可以用来制造一些效果持久的物品，比如我们的猎魔子弹，只要超过3个月，伤害死灵等怪物的能力就会显著下降，只剩余材质本身所具备的一点猎魔特性。如果用了类似的黑色鳞片做材料，效果维持的时间将达到1年甚至2年以上，而且效果本身也会更好。当然，由于特性的问题，这些黑色鳞片显然并不适合用来制作猎魔子弹。邓恩边讲解边从克莱恩手里接过纸张，包好了那颗淡蓝的心脏，包好了黑色鳞片，就像是超凡物种身上能用来做魔药主材料之外的部位。克莱恩举例反问。邓恩直起身体，轻轻颔首道：是的，失控了就真的成为怪物了。克莱恩叹了口气，趁着房间依旧被灵性之墙密封，赶紧将之前的遭遇讲述了出来。我在和胡德、欧根的灵沟通的时候，从他的心智层面看到了类似真实造物主的影子，但和主流不同，不是被链条捆绑倒吊着的巨人，也不是阴影帷幕后的眼睛，而是和队长你在海纳斯·凡森特梦里见到的相仿。海纳斯·凡森特是极光会的成员，因为赛琳娜偷看了他的皱纹并进行完整的魔镜占卜，导致他遭遇职业者的调查。而邓恩·史密斯在他的梦中看见了一幅接近真实造物主但又与对方广为流传的形象不同的画面，结果一个受伤，一个诡异死亡。对于之前发生的事情，在胡德、欧根翻出倒吊人这张塔罗牌的时候，克莱恩其实就有所预料，但没想到会以那样的方式呈现。当然，这属于间接接触，没法和他直接窥视永恒烈阳相比。
最坏的结局也就是受点伤，或者被少许污染。听到克莱恩的描述，邓恩的表情一下变得凝重，他微皱起眉头，低沉着说道：巨大的十字架，黑色的铁钉，赤身裸体布满血渍的倒吊男人。我没有看得太清楚，这也是我没有受到伤害的原因，我只注意到巨大的十字架和疑似被倒吊的人影。克莱恩委婉地回答道。他当时只顾着跑路。邓恩仿佛在思考般点了下头道：兰尔乌斯探望胡德·欧根的事情和真实造物主有关，和极光会有关。克莱恩忙将通灵时的对话和看见的画面原本描述了一遍，末了道：兰尔乌斯用来诱惑胡德·欧根的是扮演法，是所谓的一点不朽神性，但我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说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或许这就是诈骗师特有的说话风格。胡德·欧根提供的帮助涉及阴森的、黑暗的祭台，我怀疑兰尔乌斯在谋划什么可怕的事情。说着说着，他心中一动道：队长，你还记得那封写给细先生的信吗？我射杀的那位极光会成员身上的信。他在信上说，等到时机合适，好像是什么毁灭日降临，他将向所谓的主奉献停根式的全部羔羊。这会不会和兰尔乌斯谋划的事情有关？兰尔乌斯会不会就是极光会的细先生？邓恩·史密斯仔细想了想道：我并不这么认为，兰尔乌斯不会是细先生，否则他不会在做极光会的正事时还设立虚假的钢铁公司，欺诈别人的钱财，这会让他的主要任务充满变数。钢铁公司的运行稍有意外，就会让他暴露于警察和我们的眼中，不得不逃离停根，中断谋划。当然，如果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那做出任何不合逻辑的事情都是正常的，但从他布置骗局、不慌不忙卷走金钱的冷静和狡诈看，他并不是真正的疯子，所以我认为他不是极光会的细先生。当然，他确实很可能涉及那封信上提到的事情，像所谓的主奉献停根是全部羔羊的事情。说到这里，邓恩停顿了一下，来回踱了2步道：这件事情也许相当严重，我们必须重新调查兰尔乌斯，争取能找到一些线索。我们处理现场，掩盖这里的痕迹，让所有人都知道胡德·欧根死了，但却无法弄清楚是谁杀的，以此让心理炼金会或者其他关注着疯人院的非凡者跳出来。他们说不定知道些什么兰尔乌斯诈骗案，要么还在警察部门那里，要么已经转到了代发者手中。我们以调查极光会时获得线索为理由，介入这起案子，和代发者合作，和机械之星合作，集中停根式的力量，仔细排查兰尔乌斯相关的人和物，必要时向贝克兰德教区、向圣堂请求援助。说完之后，邓恩侧过头望向克莱恩，斟酌了下道：你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队长，都被你说完了。克莱恩郑重摇头：没有。他抓紧时间，借助还未收拾的简陋祭坛，使用仪式魔法清除了一些必要的痕迹，确保正常情况下没人能查出来自己和队长干掉了胡德·欧根。然后他收回材料，熄灭蜡烛，解除了灵性之墙，和邓恩·史密斯一起无声无息离开病房，翻出了疯人院。你回去休息吧。邓恩立在没有路灯的围墙角落里，按了下黑色丝绸礼帽道：很多事情明天才能开展好的。克莱恩并不是一天只用睡2-3个小时的不眠者，当即告辞离开，乘坐等待于不远处的职业者队伍专属马车往水仙花街返回。他进入车厢前，回头望了一眼，只见队长依旧站在那片连月光都被挡住的黑暗里，似乎在静静思考什么。凌晨的街道冷清无人，马车飞快奔驰，时而直行，时而拐弯。克莱恩正在琢磨兰尔乌斯的事情，精神突有恍惚。他看见眼前的色彩瞬间变得浓郁，红得更红，黑得更黑，就像一幅抽象的油画。四周的一切迟缓了下来，马车仿佛进入了诡异的世界里。克莱恩唰地握住扬言符咒，并拔出了左轮手枪。就在这时，一只巨大的白骨手掌穿透马车窗户伸了进来，丢下了折叠好的信纸。随着这只手掌的回缩和消失，油画般的场景豁然恢复了正常。马车依然平稳地行驶于街道上，还真是以隐秘的方式啊！克莱恩愣愣望着脚下的信纸，嘴角抽搐了一下。第187章，阿兹克的告诫。信使的逼格让克莱恩震撼了足足5秒钟才回过神来，弯腰拾起了纸张。就算阿兹克先生因为失忆的问题无法使用绝大部分非凡能力，仅是派出这个信使，也能对付序列7甚至序列6的非凡者了吧？
他心中映照出了自己又错愕又艳羡的表情，没急着展开信纸，而是将它揣入衣服口袋里，和陈棉符咒等物品放在一块。马车继续前行，抵达了水仙花街。克莱恩走出乡门的时候，下意识望了眼车夫希泽尔，只见他脸上带着笑容，目光平静而放松，对之前的事情全无察觉。改用灵师又看了一眼，克莱恩微不可见地点了下头，回到了自家门前。他望了眼2楼的阳台和自来水管道，沉吟了几秒，决定还是保持风度，不做攀爬的尝试。至于染上了血点污渍的衣物，他明天会带去黑金级安保公司，由警察部门出面，交给特定的洗衣女工处理，这样就能避免吓到女仆贝拉和妹妹梅丽莎。从2楼跳窗离开前，克莱恩早偷偷解除了正门的反锁，此时趁夜深人静，拿出钥匙，几乎没造成什么动静的就打开了房门，敏捷的闪身入内。合拢并反锁住大门后，他悄然松了口气，放轻脚步，返回2楼。停在被锁住的卧室前，克莱恩不慌不忙掏出了一张塔罗牌，插入门缝，轻巧一拨，简简单单就瓦解了他自己用特别方式制造出来的反锁状态。紧接着，他推门入内，反锁脱衣，彻底放松了下来，就像在做贼一样。克莱恩笑着摇了摇头，不慌不忙地取出左轮手枪，塞到枕头之下。做完收尾的工作，他点亮煤气灯，拿出信纸，坐到书桌前，认真地展开阅读。很抱歉，现在才给你回信，我一直在忙碌着追寻过去的足迹，并和以前的老师、同学聚会，聊到很晚。看了你的信，我终于明白了最近2天遭遇的事情是因为什么。我住的旅馆先是有警察来挨个房间搜查，夜里又有人悄悄转了一圈。对，我说的是具有非凡能力的人，原来是那位时常出现在小说和报纸上的飓风中将麒麟格斯潜入了贝克兰德，并且制造了不小的杀戮。我记得他不仅仅被我们鲁恩王国通缉，同样也在福萨克帝国、英蒂斯共和国、费内波特王国的悬赏名单上。所以赏金是多少？克莱恩下意识冒出了这么一个想法，他没有得到答案，因为阿兹克转而提起别的事情。你描述的牧羊人能力，我感觉很熟悉，似乎在哪里见过、遭遇过，但怎么也想不起来。这应该是我之前某次人生的经历，无法完成回忆，让我感觉很糟糕，很苦恼。阿兹克先生对牧羊人有一定的兴趣，这倒是让他帮忙的切入点。就是有些巧合。不，这不是巧合，属于必然。按照推断，阿兹克先生活了1000多年，且很可能是高序列强者。那么，他最早的人生里，之前的一次次人生里，肯定见识过许多序列的非凡能力，并对其中较为特殊的留下了深刻印象。换句话说，不仅牧羊人能让他有类似的熟悉感，无暗者、猎魔者、守护者等职业应该也行，只要神奇物品对应着某个序列的能力，那阿兹克先生就会觉得眼熟，产生兴趣，就是可以想象的事情。克莱恩先是疑惑，旋即恍然，心中笃定了不少。他目光下移，继续阅读。你询问的献祭仪式，我很早就回忆起了一些，似乎是印象非常深刻的缘故。也许在我的某一次人生里，或者说最早的那次人生里，我是一位祭司，我必须预先提醒你，告诫你，在使用献祭仪式时要足够谨慎，不能将自己的安全寄托于邪恶神灵和某些隐秘存在的良心上，他们并没有这种事物。另外，你要拥有强大的辨别能力，因为邪神恶魔们会为自己创造一个个看似无害的身份。我的意见是，不能向自身不清楚、不笃定的存在献祭，否则你的灵魂也将成为祭品。用通俗易懂的话语就是，邪神恶魔们会披马甲，伪装成容易被信赖的身份，就像网络世界里某个看似萌妹子的账号后面，也许正蹲着个抠脚大汉，即使线下见面确认了长相，也得小心，说不定那是女装大佬。克莱恩并没有因为是向自己献祭，就忽视阿兹克先生的提醒，非常赞同地点了下头。阿兹克强调完注意事项，很快就讲解起他所知道的献祭仪式。首先，布置祭台，你希望向哪位神灵或者偏正常的隐秘存在献祭，就会刻对应的象征符号，使用属于他领域的草药与矿石。当然，也能预先制作成圣油、香膏、熏香等物品象征符号。克莱恩愣了一下，发现自己，也就是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竟然还不知道自身对应的象征符号是什么。他念头一转，
很快联想到了青铜长桌最上手那张高背以后的复杂符号，由部分象征隐秘的梧桐之眼和部分象征变化的扭曲之线组成的复杂符号。这应该就是我的象征符号，准确的说是我在灰雾之上的象征符号。领域就很简单了，隐秘、变化、好运，但无法肯定，只能试着弄一弄。即使象征符号错了，在尊明无误的前提下，献祭目标也不会指向另外的存在，顶多造成仪式的失败，这一点我是能确定的。克莱恩若有所思地摩挲起纸张表面，心中有了一定的计划。他的目光重新找回焦点，看向了后续部分。其次，你得弄清楚相对应存在献祭是否需要在特定的时间点，然后按照正常仪式的流程去做，直到诵念完尊名和祈祷语句。你必须记住，一定要用巨人语、巨龙语、精灵语或者古赫密斯语，借助它们与自然力量的直接联系来完成与对应存在的沟通。具体的语句你可以自己设计，但必须具备那几个关键的单词：祈求、注视、奉献、国度、大门、打开。最后，你使用具备灵性的材料与咒文造成的自然力量的震荡结合，构建起初步的通道，连接向对应存在国度大门的通道。如果那位感兴趣，你的献祭就能完成这一步，并非必须。如果你能让对应存在非常感兴趣，那你刚诵念完咒文，它就会自行打开国度大门，自行构建稳定的通道。但是这往往意味着危险，因为正统的神灵和还算友善的隐秘存在很少这么做，只有那些邪神和恶魔才会基于某些目的直接回应具备灵性的材料，可不便宜。不知道仅是诵念咒文能否让我打开类似召唤之门的献祭通道，能否调动灰雾之上那片神秘空间的些许力量？先试一试，不行再去地下交易市场购买具备灵性的材料。不需要用非凡材料吧？具备一定的灵性就行了吧？克莱恩想到了自己不记名账户里的300金镑，想到了刚攒起来的10几磅私房钱。非凡材料和具备一定灵性的材料并不完全等同，比如胡德·欧根残留的心脏就是非凡材料，那些黑灵则属于具备一定灵性的材料。看完阿兹克先生的来信，克莱恩手指一搓，点燃灵性火焰，将纸张烧成了灰烬，撒入了垃圾桶内。此时夜色已深，他没有急着尝试，打算先做好计划，敲定完注意事项，再去实践。他对自己存在的问题其实早就隐有些察觉，那就是有预案的情况下做事谨慎而理智，可一旦遇到不在预案内的情况，遇到灵光一闪的状态，就很容易只考虑好的方面，忽视坏的可能。简单的描述是，一冲动就容易作死。克莱恩伸手捂了下脸庞。第二天已经和代法者机械之心沟通过的邓恩·史密斯开始安排任务，克莱恩也接受了相应的指派，排查部分与莱尔乌斯有一定关系的人，但根据他本身的意见或职业者的内部制度，他无需负责之前认识的人。当然，他下午的格斗课程还在继续，邓恩也没将他作为主要的调查人员来使用。贝克兰德·希尔斯顿区一栋有着马厩和花园的房屋内，长着独特宽下巴和墨绿色眼眸的麒麟格斯看了眼地上昏迷的男子，将他的衣物剥了下来，换到了自己身上。紧接着，他悠然走到穿衣镜前，看着左手的黑色手套消化般蠕动，看着他的背面浮现出许多扭曲的线条。几秒钟之后，麒麟格斯看到镜中的自己蒙上了微光，肌肉、皮肤和骨骼都诡异的发生起变化。没过多久，他就变成了地上那位男子，无论身高、长相还是气质都一模一样。第188章舞会。坚挺的鼻子，稀疏的眉毛，略显下垂的脸颊，淡蓝的眼眸。麒麟格斯看着镜中的自己，上上下下审视了几遍，确认与昏迷的男子没有任何区别，比划了对方的几个习惯动作以后，他弯腰将地上的男子拖到一边，塞入了衣柜里，然后他前伸右手，咔嚓一声捏断了对方的脖子，掏出手绢擦了下手掌。麒麟格斯拉拢了衣柜的门，他缓步回到穿衣镜前，披上黑色的双排扣礼服，打好了领结，然后拿起一瓶琥珀色的香水，滴了几滴在手腕处，随即擦拭到身体的不同部位，照着镜子梳理了下头发。麒麟格斯走出房门，随手合拢，对等待在外面的管家道：不要让任何人进入我的房间，里面有重要的物品。是，格拉米尔男爵。头发斑驳的管家以手按胸，躬身行礼道：
您的马车和随行的仆人正在楼下等您。尼根公爵的请帖也在那里。麒麟格斯保持着男爵的派头，微不可见的轻轻颔首，在管家陪同下，姿态傲慢的走向了楼梯口。呵，一个背负着不少债务，连普通的安保人员都舍不得聘请的男爵，竟然保持着一个管家，一个贴身男仆，2个侍从，2个1等女仆，4个2等女仆，2个洗衣女佣，一个马车夫，一个喂马人，一个园丁，一个厨师，一个厨师助手的配置，对这些愚蠢的贵族来说，体面真是胜过一切。这让我不得不浪费时间去学习他们对某些单词的古怪发音和所谓的贵族腔调。麒麟格斯在心里冰冷而不屑地想到。贝克兰德，乔伍德区某个窄小的公寓内，迪尔查盘腿坐在床上，望着借助窗口光芒阅读小说的福尔斯·沃尔道。真是让人绝望啊！麒麟格斯一点线索都没有留下，始终查不到他究竟想在贝克兰德做什么。他们按照预定的规划，辗转报了警，并暗中寄信给受理的警察局，详细描述了凶杀案现场的诡异状况和疑似麒麟格斯的罪犯。警察部门的反应没有出乎他们的预料，谨慎为重，直接转交给了待罚者队伍。经过1天的酝酿，飓风中将麒麟格斯潜入贝克兰德的事情就传遍了各个执法小队。休和福尔斯也离开了原本租住的地方，躲藏了起来，进行隐蔽的调查。他们可不希望被找回警察局去协助调查，不管是待罚者还是职业者，以及机械之星队伍的成员，都敌视着不属于官方的非凡者，视他们为潜在的罪犯。所以，休和福尔斯不仅在逃避麒麟格斯可能的追索，也在躲开那些执法者们。如果这么容易就能被我们查到他的目的，麒麟格斯早就被埋葬在了墓园里。墓碑前肯定也长满了茂盛的杂草。福尔斯不慌不忙地回答道，我们需要的是耐心等待。只要这种强度的排查持续下去，麒麟格斯必然会犯错。不得不说，能够让人变化成不同容貌的神奇物品还真是让人羡慕啊。休双手抱住膝盖，望向窗台道，我只是担心麒麟格斯会在短时间内行动，然后抢在所有人反应过来前逃离贝克兰德，那样一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晋升序列8，更别提序列6、序列5。他顿了几秒，怔怔出神的低语道，更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拿回属于我们家族的东西。我快1年没见到我的弟弟了。福尔斯宽慰笑道，等你完成了心愿，请允许我将你的经历写成故事，这肯定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有趣。其实我认为以奥黛丽小姐的慷慨，即使事情就这样结束，她也会给我们一笔丰厚的赏金，毕竟我们忙碌了那么久，毕竟我们让麒麟格斯主动现身，希望是这样。哎，为什么我就不能有奇遇呢？休胡乱抓了下自己及肩的金发，福尔斯微皱眉头道，在超凡世界里，奇遇往往伴随着危险，我至今也不清楚那满月时就会出现的一语究竟代表着什么，是否会造成什么不好的变化。呵呵，没有危险的奇遇也是存在的，但非常非常稀少，你的愿望真的难以实现，除非我们能得到正统神灵的眷顾，或者某位友善的隐秘存在的注视。然而我们很难分辨这是否是邪神恶魔的伪装。休挺直腰背，在胸口画了个绯红之月道，愿女神庇佑我。尼根公爵位于贝克兰德皇后区的府邸内，一场盛大的舞会正在进行。这里分成了2个部分，一处是跳舞的大厅，它位于底层，铺着雕满繁复花纹的华丽石板，角落有属于公爵的优秀乐队。沿着大厅的阶梯往上，则是位于2层的环绕了一圈的回廊，宾客们端着酒杯立在栏杆前，俯视着下方的舞蹈，类似于从看台位置欣赏击剑活动。时不时有绅士走到小姐或者夫人面前邀请他们共舞，如果得到允许，双方就执手走下楼梯进入大厅内。在不靠近大厅的回廊另外一侧，有一扇又一扇的门，后面基本属于宾客休息室，但其中对开的那扇大门后是一条走廊，两侧立着不同的石膏雕像，皆属于尼根家族的先辈。一路来到尽头，就能看见舞会的另一个部分，这里同样是个大厅，摆着一张张长条桌，摆着各种美食和美酒，属于公爵的另一支乐队则为宾客们演奏着悠扬而放松的乐曲。这处大厅内，宾客们3、5成群的聚在一起，或坐或站的交流着各种事情，希望短暂逃避喧嚣的人则进入附属于大厅的一个个阳台，眺望花园内的风景和天空的红月。跳过开场舞的奥黛丽·霍尔原本站在舞会大厅的2层，发呆般望着从屋顶垂下的巨大水晶吊灯，望着上面的一根根蜡烛，但发现不少人蠢蠢欲动，想过来邀舞后，他机智的离开这里。
踏上了通往餐厅的走廊。真是无趣啊，但又不能不参加。哎，他们就不能让我安静的在那里观察吗？不得不说，有些人跳舞的时候表情真是丰富啊，总让我想起那些求偶的动物。奥黛丽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无聊的走起了一字步。就在这时，她眼角余光看见一道身影靠近，忙放缓脚步，挺直腰背，瞬间变回了优雅而文静的霍尔小姐。你好，格拉米尔男爵。奥黛丽用完美无缺的笑容和礼仪打着招呼。对面眉毛稀疏，眼眸淡蓝的格拉米尔男爵微笑行礼道：你好，霍尔小姐，你是这场舞会最明亮最耀眼的宝石。寒暄了几句，格拉米尔男爵走向了舞会大厅，奥黛丽则继续靠近餐厅位置。走了几步，他忽地皱起眉头，碧绿的眼眸内满是疑惑。格拉米尔男爵和往常不太一样啊，以前的他看见地位比自己高且较为美丽的小姐和夫人时，目光都会移到旁边，不敢直视，然后不断的偷瞄。但今天的他显得很自信，还有他香水的味道也不对。他以前参加各种聚会时，身上散发的都是琥珀这款香水的尾调，涉春而淡，不炫耀却高贵。也就是说，他会提前几个小时喷洒香水，让前调和中调都能在宴会前挥发掉。可刚才他身上的香味是琥珀的中调，绵密厚雅。奥黛丽的脚步越来越慢，作为一名彻底消化掉了魔药的观众，他对细节的敏锐绝非其他非凡者可以比拟。忽然，他想到了一个可能，碧绿晶亮的眼眸一下凝固。不会是麒麟格斯假扮的吧？蠕动的饥饿有让人变化成不同容貌的能力。奥黛丽越想越觉得有这个可能，一颗心豁然提了起来，又紧张又慌乱。如果真是飓风中将，他想做什么？可惜不能带苏茜来参加这场舞会，要不然能让他暗中观察一下刚才的格拉米尔男爵。不行，我必须提醒爸爸。思绪纷呈间，奥黛丽加快脚步，进入餐厅，找到了正和内阁首席秘书等人交流的霍尔伯爵。他勾勒出无懈可击的笑容，走了过去，挽住霍尔伯爵的手臂，对其他人道：各位先生，我能借走霍尔伯爵几分钟吗？美丽的小姐，这是你的权利。几位绅士都友善的回应道。奥黛丽拉着霍尔伯爵来到最近的阳台，找了个僻静的角落，对中年发福的父亲道：爸爸，我有件事情告诉你。霍尔伯爵原本带着宠溺的笑容，但见女儿的表情非常正经，也严肃了起来。什么事情？我刚才遇见了格拉米尔男爵，但他在某些细节上和以前不一样，比如他身上的香水味道属于琥珀的中调，以前是尾调。比如，奥黛丽说着自己观察到的不同，这能够用敏锐和细心来解释。描述完刚才的事情，他斟酌着补充道：我听格莱林特子爵提到过，飓风中将麒麟格斯有变化成他人容貌的能力。他最近不就在贝克兰德吗？霍尔伯爵安静听完，表情变得异常凝重，但他很快就露出笑容，安抚着略显慌乱的女儿道：我会处理的，你去找你的妈妈，和她待在一起，她就在这个大厅的休息室内。好的，奥黛丽乖巧地点头道。前往休息室的途中，他回头望了一眼自己的父亲，只见霍尔伯爵正在与一位贵族低声交流着什么，表情相当严肃。奥黛丽的心又不由自主悬了起来，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免得爸爸妈妈和哥哥遭遇伤害。环视一圈，他改变方向，离开餐厅，进入一条走廊，熟悉的找到了尼根公爵家的小祈祷室。他推门而入，反手锁住，望了眼前方的风暴之主象征，下意识找了个僻静黑暗的角落。奥黛丽坐了下来，身体前倾，双手交握成祈祷的姿势抵住额头，然后他用赫密斯语低声诵念道：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啊，您是灰雾之上的神秘主宰，您是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第189章祈求与回应。廷根市水仙花街，克莱恩正在和哥哥班森、妹妹梅丽莎讨论最近流行的戏剧，并诚挚的邀请他们下周日晚上去大剧院观看。我想报纸上已经说的足够多，伯爵归来绝对是值得现场观看的戏剧，他已经在贝克兰德上演了几十场，场场都爆满。我认为我们不应该错过这个机会，娱乐项目的匮乏让克莱恩不愿意放弃，毕竟他上辈子也是赶时髦看过话剧的人。当然，如果不是为了维护形象，我更宁愿去酒馆打桌球。租个场地玩玩网球也不错，这个可以考虑，属于中产阶级的休闲项目。以我现在的身体素质，
只要不遇到别的非凡者乱入，能轻松应付大部分对手。算了，暂时也只能想想，上午重新调查拉尔乌斯相关的人和物，下午格斗练习，傍晚回家前还得排查一部分红烟囱房屋。我真是一个大忙人啊！克莱恩苦中作乐的想着。见班森已经异动，梅丽莎还有些犹豫，她含笑补充道：“据说伯爵归来最受欢迎的配角是位天才机械师，好吧，不管怎么样，总得去大剧场看一次戏剧。”梅丽莎抿了下嘴唇，非常勉强地点头道，但眼睛却比刚才明亮了不少。克莱恩正待回应，耳畔忽地响起嗡嗡嗡的低语，他的脑袋为之眩晕了几秒。有人在向我祈求。他将右手背到身后，轻笑道：“那我就耐心等待订票日的开放了。好了，我回卧室弄一份报告，我们也得投入知识的海洋了，希望不要在里面溺死。”班森自嘲一笑，和梅丽莎一起转回餐厅坐下。克莱恩上到2楼，反锁住卧室的门，用灵性之墙封锁了整个房间，然后逆走4步，诵念咒文，来到灰雾之上。巨人居所般的巍峨宫殿内，他的身影豁然浮现于青铜长桌的最上首，眼眸里映照出了一颗不断收缩和膨胀的深红星辰。克莱恩抬起右手，蔓延灵性，触碰向了那颗象征正义的星辰。轰的一下，他看见了扭曲模糊的画面，看见正义小姐穿着米白色的宫廷长裙，坐在幽暗角落的椅子上，双手交握着抵住埋下的额头。而与此同时，略显稚嫩和紧绷的清甜女声虚幻叠加，层层回荡。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啊，您是灰雾之上的神秘主宰，您是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我祈求您的注视，祈求您的垂听。我在尼根公爵举行的舞会上遇到了疑似麒麟格斯的人，他伪装成格拉米尔男爵，目的不明。我从一些细节上发现今天的格拉米尔男爵与以往不同，这让我想到了麒麟格斯那件神奇物品让人变化容貌的非凡能力。克莱恩认真倾听，仔细分辨，终于弄清楚了正义小姐描述的事情。麒麟格斯竟然借助蠕动的饥饿的特殊能力混入了尼根公爵的舞会，但他没有料到的是，某位贵族小姐是观众，记住了格拉米尔男爵以往特点的观众，于是不知不觉就暴露了。这家伙想做什么？而我又该怎么做？我这2天试验了不用灵性材料的献祭仪式，发现能制造出类似召唤之门的事物，但无法打开，正想找个时间去地下交易市场买一些具备灵性的材料来做第2次实验。正义小姐参加舞会，肯定不会随身携带灵性材料。克莱恩沉思了10几秒，开始回应正义的祈求。尼根公爵府邸的小祈祷室内，奥黛丽反复祈求了几遍，终于停顿下来，整理好衣物，快步走向门口。他知道自己不能消失太久，否则会让父亲和母亲担忧，从而错判局势，做出不正确的应对。立在门后，奥黛丽深深吸了口气，怀着忐忑和不安的心情，伸出戴着白色薄纱手套的右手，解除了反锁。离开小祈祷室，他沿着走廊往餐厅返回，眼见那些端着酒杯、拿着餐盘的宾客们越来越近，他眼前忽的一花，发现四周弥漫出虚幻的雾气。那浓厚的灰白雾气中央是一张古老的高背椅，高背椅上坐着位让人看不清长相和身材的神秘存在，俯视着一切的神秘存在。愚者先生，奥黛丽险些惊喜脱口，紧接着他听到了熟悉的低沉嗓音。我知道了，声音犹在回荡，灰雾已然消失。奥黛丽的眼前依旧是那一张张摆放着食物和酒水的长条桌，依旧是觥筹交错的热闹景象。心中的忐忑和不安豁然消失，他下意识挺直了腰背，顾盼自若，脚步轻盈地进入餐厅，走向这里的休息室。灰雾之上，巍峨宫殿内。回应完正义小姐，克莱恩开始考虑怎么将这件事情转达给倒吊人。由我自己来重复叙述肯定不行，有失位格，哪有神秘存在亲自担任传话筒的？他斟酌了几十秒，忽然有了主意，将正义小姐刚才祈求的画面与声音具现了出来，化作打满马赛克般的电影场景。伸手一点，克莱恩把这段反复重播着的光幕投入了象征倒吊人的那颗深红星辰。贝克兰德乔伍德区圣丰大教堂，某个简单朴素的房间内，倒吊人阿尔杰·威尔逊正在研究最近几天的调查报告，试图从里面找到飓风中将麒麟格斯的蛛丝马迹。他右手斜上方则摆放着一叠写满扭曲符号的纸张。就在阿尔杰向后一靠，伸手揉起眼睛的时候，他忽然发现眼前变得虚幻，呈现出浓郁的灰白雾气。在这看不到尽头的雾气深处，有一张永远存在于那里般的高背椅，高背椅上坐着道隐隐约约的人影。
愚者先生，阿尔杰刚冒出这个念头，就看见朦胧的灰白雾气里多了道穿宫廷长裙的模糊身影。他保持着祈祷的姿态，不断述说道：“我在尼根公爵举行的舞会上遇到了疑似麒麟格斯的人，他伪装成格拉米尔男爵，目的不明。我从一些细节上发现，今天的格拉米尔男爵与以往不同，这让我想到了麒麟格斯那件神奇物品让人变化容貌的非凡能力。”阿尔杰先是一惊，旋即露出惊喜的表情，以手按胸，低下脑袋道：“赞美您，愚者先生。”他话音未落，听到和看到的一切便消失不见，似乎未曾出现过。凝望了一眼摆放有罗塞尔日记和调查报告的书桌，阿尔杰瞳孔微缩，再次感受到了愚者的强大。这里可是圣风大教堂，曾经的风暴教会总部，虽然这已经是1000多年前的事情，但也不妨碍信徒们依旧将它视为圣地之一。然而，愚者先生依旧无声无息降临，给予回应。沉默了10几秒，阿尔杰拿上物品，转身出门。他要去找风暴教会的枢机主教之一，贝克兰德教区的大主教，神之歌者艾斯·斯内克。对于阿尔杰·威尔逊来说，亲手杀死飓风中将麒麟格斯是最好的发展，可如果办不到，能确认对方死亡也是可以接受的。将正义小姐的描述转交给倒吊人后，克莱恩离开灰雾之上的神秘空间，回到了自己的卧室内。他没急着解除灵性之墙，而是坐到书桌前，摊开纸张，拿起钢笔开始写信。根据我收到的紧急情报显示，麒麟格斯借助牧羊人的能力，变化成格拉米尔男爵的样子，混入了尼根公爵的舞会，暂时不清楚他的目的。克莱恩并不担心阿兹克先生怀疑自己，疑惑刚发生在贝克兰德的事情。为什么身处廷根市的人能很快知道？因为这个世界上有电报这种东西。我不清楚这是否会让您感兴趣，但我认为有必要让您知道。克莱恩很快结尾，将信纸折叠了起来，然后他翻找出那个古旧的铜哨，凑到嘴边，鼓起腮帮，狠狠吹了一下。巨大的、恐怖的、虚幻的白骨信使再次出现，依旧耸立于那里，毫不在意自己的脑袋钻入屋顶。克莱恩忍住了使用小丑能力的冲动，没有把信纸变成飞刀，老老实实将它扔给了信使。再吹铜哨，结束召唤。克莱恩收敛心情，将事情在脑海里又过了一遍。他目前能做的只有刚才那些。虽然克莱恩也能借助召唤仪式，携带扬言符咒，亲自前往贝克兰德，但这一事太危险。麒麟格斯是序列6的封卷者，身上还有蠕动的饥饿这件神奇物品。2是太麻烦，还得先把扬言符咒弄到灰雾之上。3是太容易破坏形象，所以他理智的放弃了这个打算。其实问题不大，尼根公爵是王室之外的最大贵族，保守党背后的大佬，今天参加舞会的人里面肯定也不乏高官显贵，要说没有强力的非凡者保护，我第一个不信，麒麟格斯第二个，不是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他没必要伪装混入。既然正义小姐已经提前发现，让贵族们有了准备，事情不会变得太严重。失去控制，不知道阿兹克先生的信使速度究竟有多快。如果能借助灵界穿梭，他还有希望赶上正餐。要是像戴丽女士的信使一样慢，那就只能事后看新闻猜真相了。克莱恩微不可见点头，将这件事情抛到了脑后。反正他也没法做到更多了。第190章，能力的搭配。尼根公爵的府邸，舞会大厅。假扮成格拉米尔男爵的麒麟格斯端着一杯血红色的奥尔米尔葡萄酒，悠闲地站在2楼回廊的栏杆后，欣赏着舞池里的男男女女，欣赏着那些装扮华丽的小姐和夫人们。但他的眸子却不含丝毫欲望，冷静的就像结冰的湖面。只是偶尔用眼角余光扫一下屋顶垂下的巨大水晶吊灯，扫一下几步之外正用目光追逐着一道道美丽身影的尼根公爵。这位公爵穿着笔挺的深蓝色海军上将服装，肩膀处有红色绶带连接着一枚枚荣誉勋章，凡是正式场合他都喜欢这样打扮，以此纪念前面几十年辉煌的军旅生涯。然而他的腰部早已臃肿，身上充满了肥肉，锐利精明的灰蓝色眸子只剩下浑浊与欲望，不过由于保养得很好，眼角、嘴边和额头的皱纹较浅，黑色的头发依旧茂密。这就是帕拉斯·尼根，本代尼根公爵，保守党的主要支持者，首相阿古希德的哥哥，鲁恩王国最富有最具权势的那一小撮人之一。与此同时，他也是麒麟格斯秘密潜入贝克兰德的目标。刺杀这么一位大人物，真是让人兴奋的浑身战栗啊！麒麟格斯收回目光，闭了下眼睛。
他愿意接受这次委托，既是由于对方开出的价码足够吸引人，也因为他本身热爱冒险，喜欢挑战高难度的事情。如果能成功刺杀，我的名气将传遍南北大陆，凌驾于4王之上，而且我还将获得一张纸牌，罗塞尔大帝制作的那副蕴藏着神灵奥秘的纸牌之一。麒麟格斯按捺住心中的激动，低头审视了自己的左手一眼，蠕动的饥饿已变得透明，光凭肉眼和接触，外人根本无法察觉格拉米尔男爵还戴着手套。这真是一件神奇的物品啊！如果不是他，只有序列6的我根本没法成为海盗将军之一。一个个想法闪过，麒麟格斯忽地涌现出些许可惜的情绪。这么多年的海盗生涯里，他见识和接触到了不少非凡者，其中就包括喜欢往苏尼亚海尽头冒险的极光会成员们，所以他知道蠕动的饥饿与真正的牧羊人相比，还欠缺了不少。首先是切换状态太慢，需要至少1秒钟的时间，而真正的牧羊人瞬间就能改变。其次是被驱使的灵魂只能使用生前1到3种能力，至于有多少，是哪几种，全凭运气决定，并在初次放牧后固定下来，而真正的牧羊人可以有挑选的决定3种，无需像赌桌上那样投骰子。最后，蠕动的饥饿只能同时放牧5个灵魂，真正的牧羊人最高可以有7个，当然两者也有同样的限制，那就是一次只能驱使1个灵魂，只能使用这个灵魂对应的非凡能力和本身的非凡能力，而如果想用新的灵魂替换掉原本的某个灵魂，那过程将无法逆转，没有反悔的机会。麒麟格斯经过7、8年的调整，终于固定下来了5个灵魂，他们的能力彼此互补，让主人显得相当可怕。而正是因为那几年的不断调整、不断尝试，海盗之间流传起了飓风中将无所不能、什么都会的故事。热烈的舞曲里，麒麟格斯将接下来的行动在脑海里预演了一遍，末了略显遗憾的于内心感叹了一句：可惜这几天没找到那个旅行家，否则我今晚就不需要担心什么了。如果能抓到那个疑似旅行家的女人，麒麟格斯肯定毫不犹豫就会将原本放牧的5个灵魂之一喂给蠕动的饥饿。对他来说，这个序列途径的能力都非常有用。麒麟格斯瞄了眼从屋顶垂落的巨大水晶吊灯，决定不再等待。他目前驱使的灵魂只有一种能力，那就是改变自身长相和身材的能力，并不具备与其他非凡者对抗的水平，但由于这种超凡能力在很多事情上非常有用，麒麟格斯一直没舍得将它替换掉。好的一方面是，不管在驱使哪个灵魂，麒麟格斯都可以同步使用本身风卷者的非凡能力。最后，他又装出追逐某位贵族夫人妙曼身影的样子，让目光扫过了尼根公爵，扫过了他身边簇拥着的那些男士。尼根公爵是风暴之主的虔诚信徒，是风暴教会影响王国局势的关键人物，他的身边肯定有着风暴教会非凡者的保护。而尼根家族虽然不是上千年的古老家族，但无论财富还是权势，都在王国排名前列，肯定也会暗中寻求序列魔药的配方，寻求非凡者的头效。麒麟格斯想法涌动，将属于贵族和官员的绅士剔除掉，锁定了一个始终跟在尼根公爵身旁的男子。这男子穿着黑色燕尾服，褐发蓝眼，几乎没什么表情，一直警惕地戒备着周围。麒麟格斯微不可见地点了下头，右手幅度很小的往前一按，呜！突如其来的狂风席卷了舞池上空，吹灭了水晶吊灯上的一根根蜡烛。就在光暗交错之际，就在众人的目光被吸引的瞬间，几道薄薄的锋刃借助狂风的遮掩，劈在了悬挂着水晶吊灯的金属链条上，劈在了同一个部位。吱嘎！让人牙酸的破碎声里，巨大的水晶吊灯直直坠入舞池，砸得地面哐当作响，砸得尖叫之声此起彼伏，砸得不少宾客被飞溅的碎片伤到，发出极端害怕的惨叫。趁着大厅一片黑暗，处处混乱的机会，麒麟格斯左掌的手套蠕动变化，凝聚出了金色的表层，他的表情随之充满威严，目光看透了黑暗，盯住了尼根公爵身旁的那位男子。豁然之间，麒麟格斯的双眸内亮起了2道宛若闪电的光芒，负责保护尼根公爵的那位非凡者顿时发出一声惨叫，捂着脑袋倒于地上，不断的翻滚，不断的挣扎。唰的一下，麒麟格斯的身影穿过黑暗，急速冲向尼根公爵。然而他幽暗深邃的眼眸内映照出的目标却没有一点慌乱，充满自信。尼根公爵高大肥胖的身体屹立在原地，以俯视的姿态望着来袭的刺客。
他抬起右手往前一推，用古赫密斯语低沉开口道：“囚禁。”无声无息之中，麒麟格斯戛然停顿，他的四周仿佛布满了透明的墙壁，或流淌着粘稠到极点的液体，这让他像是琥珀里的虫豸，以及监牢内的囚犯。保守派贵族的首领，世袭的公爵帕拉斯·尼根本人竟然是一位非凡者，相当强大的非凡者。尼根公爵再次低沉开口，并挥动了右手，鞭打。啪啪，麒麟格斯似乎被无形的软鞭抽中了，抽的衣物破碎，皮肉绽开，白骨露出。紧接着，尼根公爵前倾身体，握住右拳，威严审判道：“死亡！”啪，他手臂挥动，整个身体拖着残影撞到了麒麟格斯的身上，而拳头则以无法抵抗、无法躲避的姿态准确命中了目标的头部。咔嚓，麒麟格斯的脑袋破碎了，但周围的一切也跟着破碎了。尼根公爵依旧站在原地，只是梦了一场。不知什么时候，这位海盗将军已然切换了能力，进入梦魇的状态。而和正常梦魇不同，他在拖人进入梦境之后，本身还能进行移动。麒麟格斯的身影悄然浮现于尼根公爵的后面，幽暗冰冷的眼眸锁定了对方。他的右拳包裹着高速旋转的狂风，利刃般刺向了目标的背心。呜！风声激荡之中，麒麟格斯的右拳穿透了尼根公爵的身体，穿透了对方的心脏。但是尼根公爵的身影却急速蜕变的透明，就像被召唤出来的灵体。这近乎无形的影子荡漾散开，尼根公爵出现于了回廊另一侧的对开大门前，脸上带着审视的笑容。又一位非凡者，他们提前做好了准备，在埋伏我。怎么可能？麒麟格斯想法一闪，虽然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但还是冷静地做出了应对。他左掌的手套蠕动，呈现出暗金色的细密鳞片，瞳孔随之变淡，竖了起来。紧接着，一阵无形的波浪向着四周席卷开来，一位位绅士，一位位女士，同时陷入了难以控制的恐惧之中。他们离开藏身之所，漫无目的的到处奔跑，场面一下变得异常混乱。这让那些非凡者们不敢贸然出手，害怕伤害到了亲属和朋友。抓住这个机会，麒麟格斯四周盘绕起飓风，高速奔跑了起来，撞破了一扇休息室的门，撞破了凸镀窗的窗户。哐当之声里，他扑向了房屋外面，借助风的眷顾，竟飞翔了一段不短的距离，飞出了尼根公爵的府邸。双脚刚一落地，麒麟格斯立刻奔向对面的树林，那是一处市政公园，他早已勘探过附近的地形，只要摆脱掉背后的追踪，他就可以变化长相，融入贝克兰德超过500万的人口里。这也是他敢于接高难度任务的依仗。过了一阵，有狂风刮向了尼根公爵的府邸，风暴教会枢机主教、贝克兰德教区大主教神之歌者艾斯·斯内克携着几位带法者，用飞行的办法直接赶了过来。他来不及通知其他非凡者了。阿尔杰是跟随艾斯大主教抵达的人员之一，但他的心情却非常不美好，因为他看见了破碎的窗户，看见了刚追出房屋的同僚。这表明飓风中将麒麟格斯逃掉了。